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电影《大空头》已成为金融类影片当中的必看剧目，但是要完全看懂它呢，需要一些金融知识的背景。基于这种考虑，我打算做一个系列影片，对这部电影进行系统的解读，分别从故事的本身、设计的金融产品、交易逻辑和做空伦理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希望这些主题能够得到您的关注。今天我们讲的第一部分是重述一下大空头当中的故事。大空头 The Big Short， 香港的译法叫孤注一掷，新加坡台湾的译法叫大卖空。这是一部2015年的美国剧情片，是由亚当麦凯执导，并和查尔斯兰道夫共同编剧，改编自 Michael Lewis 2010年的同名书籍，主要描述的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之前的泡沫经济时期所发生的故事。该电影由一批著名的演员出演，并且还邀请了一些名家，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 Richard Thaler 来客串讲解一些金融的知识。电影从2015年3月18号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开始拍摄，最终排定在2015年12月11号在美国上映。上映后，该电影获得一系列荣誉，曾经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个奖项的提名，并最终赢得最佳改编剧本奖。这部电影中的故事都改编自真人真事，都是有现实世界的真实原型的。这部电影采用交叉叙事的方式，讲述了3个独立但同时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崩盘前几年的行动有着松散的联系。涉及到的故事主要包括有塞恩资本、前点合伙人、中地资本3个故事。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塞恩资本。塞恩资本就是由古怪的对冲基金人 Michael Burry， 也就是那个独眼龙来管理的。2005年，对冲基金管理人 Michael Burry 发现，以高风险的次级贷款为基础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极度的不稳定。经过研究阅读这些高风险资产背后支撑的贷款数据，他发现很多贷款都实行的是可调节的利率，也就是说，在贷款发放的时候，通常他会给这些人一个叫做 teasing rate， 就是诱使他们去获得这些贷款。但是在一段时间，譬如说1年2年以后，这些贷款利率就会开始往上升。因此他预计在2007年第2季度就会有大量的贷款的可调节利率就会进入正式的舞台，从而引发市场的崩溃。因此他考虑建立一个信用违约掉期的市场，叫 CDS。 这个 CDS 可以帮助他来做空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他对自己的看法非常笃定，所以他下了很大的赌注，长期赌注超过10亿美元，被华尔街的一些主要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接受，因为这些银行都认为这个对冲基金等于是给他们送钱。他居然敢做空房地产市场。 Michael Burry 呢，每个月为此需要支付大量的保费，从而购买这个 CDS。 这个举措引发了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叫 Lawrence Fields。 指责他浪费资本，还有其他很多客户要求他逆转这笔交易，但是 Burry 都拒绝了。不过一段时间以来，他面临着客户提款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 Michael Burry 最终限制了提款，而这又激怒了这些投资者，其中他的大客户菲尔兹起诉了他。然而到2008年，我们都知道最终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了大量的金融机构破产，这些证券大规模的违约，最终 Michael Burry 的基金增值了 489%， 总利润超过 26.9 亿美元。他最大的客户 Lawrence Fields 一个人就获得了 4.89 亿美元。
第二个故事叫前点合伙人 Front Point，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德意志银行做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的一个高管叫 Jared Venet， 他是最早理解 Michael Burry 的看法的人，所以他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作为 CDS 的卖方，他向一位曾经向 Burry 出售 CDS 的银行家学习，通过他的量化分析来验证 Burry 很可能是正确的，于是他决定进入市场，将那些 CDS 产品出售给那些在基础债券失败的时候获利的公司来赚取费用。但是他打错了一个电话，打到 Front Point Partners， 我们叫前点合伙人的这个基金，是因为那栋建筑里面有2个公司叫前点 Front Point， 所以这个电话打错了，结果没想到正好打到了 Front Point 这个对冲基金经理 Michael Bond。Michael Bond 他本身对银行的道德和商业模式极端的厌恶，所以这下他有足够的动力从 Venet 那里购买这个掉期合约。Mark Bond 本人其实并不太理解 MBS、CDS 这些金融产品的逻辑，所以他把 Venet 邀请过来， Venet 向他解释，将这些刺激贷款打包，然后做证券化，变成 3A 级的金融产品 MBS。 这些产品当中一些卖不掉的部分，他又把它再打包，然后变成了所谓的债务抵押证券，叫 CDO。 那背后的基础资产都是房地产，如果这些刺激贷款房地产它最终会有一定比例的违约，甚至大规模违约的话，那么它背后支撑的这些 MBS 和 CDO 都将违约，变得一文不值。这个前点 Front Point 团队他们发现这个故事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他们不能确认是否真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团队，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等等这些城市进行实地调查以后，发现抵押贷款的这些经纪人对贷款的客户根本没有什么审核，直接放了贷款，马上就出售给银行，银行对他们打包进行证券化，然后就向市场出售了 MBS、CDO 这些产品。而且华尔街银行为这些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会给他们支付更高的佣金，从而激励他们去寻找更多的客户，这样就催生了房地产的泡沫。这些信息让 Mark Bond 为代表的这些前点的基金公司的这些团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他们确认房地产市场是个疯狂的泡沫，所以他们决定从 Venet 购买 CDS， 就是掉期产品。2007年初，这些贷款真的开始违约了。按理说，背后的这些贷款支持的证券都应该下跌，但是奇怪的是，这个 CDO 的价格不仅不下跌，而且还上涨。评级公司也不下调他们的债券评级，所以 Mark Bond 他们去走访了一家评级公司，就是标普。在那里，他们发现信用评级公司跟这些债券发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从而产生不诚实的行为。因此，这些信用评级也是不可靠的。为了让他们获得更确定的证据， CDS 的卖方 Venet 邀请 Mark Bond 的团队去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证券化论坛。Mark Bond 从一位 CDO 的经理那里了解到，为这个抵押贷款债券提供保险的市场比抵押贷款本身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这个整个 CDO 和合成 CDO 的市场，甚至比它原生的这个债券的市场的规模要大很多倍。整个世界都在房地产市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 Bond 感到非常震惊，他意识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即将崩溃。而随着刺激债券持续下跌， Bond 还了解到这个前点就是他自己的公司背后的大投行 Morgan Stanley 也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问题。Bond 的员工有些向他施压，要求他在 Morgan Stanley 出问题之前把自己头寸处理掉，这样的话他才能兑现自己利润，以免将来 Morgan Stanley 出事以后，你即使赚了钱你也兑现不了。但是 Bond 坚决拒绝在经济崩溃之前出售。
当然，最终他从这个调期合约当中获利超过10亿美元。这个 Bond 就是这个电影当中一直处于愤怒状态的这个角色，他一直对整个银行系统的欺诈感到极度的愤怒。他感叹银行和政府不会承认自己才是导致经济崩溃的原因，反而将经济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移民和贫苦大众。第三个故事是2个年轻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叫中地资本 Brownfield Capital。 这是一个小公司，2个年轻人，一个叫 Charlie Geller， 一个叫 Jamie Shipley。 他们经营了一家 Brownfield Capital 这样的小公司，小对冲基金。他们无意当中呢，在一家大型投行大厅的咖啡桌上发现了 Vanity 对房地产市场做空的营销展示。当然这个人物向观众澄清了一下，说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这里看见的，他们是通过朋友和出版物的口耳相传才听说了 Vanity 的计划。但是这个 Vanity 做空房地产的这个逻辑非常符合中地资本这个小公司的投资理念，因为他们一直奉行的投资理念就是购买廉价的保险以获取很高的赔率。但是由于他们的规模较小，低于 Berry 和 Baum 他们做的交易所需要的一个资本门槛，叫做 ISDA， 他们低于这个 ISDA 主协议的门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资格坐在这个大玩家的桌子上。于是他们寻求一个老朋友，曾经是驻新加坡的退休证券交易员，叫 Ben。 他们寻求 Ben 的帮助，最终 Ben 决定帮助他们。他们3人一起也访问了美国证券化论坛，去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呢，他们了解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监管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法规，于是他们通过做空高评级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成功的获得了比 Berry 和 Baum 更高的利润。同时 Geller 和 Shipley 2个年轻人还对银行的欺诈行为感到愤怒，试图向媒体通报即将发生的金融灾难和猖獗的欺诈行为。但《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作家因为自身的利益冲突而拒绝进行披露，以免危及他与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关系。随着市场开始崩溃， Ben 在英国度假的时候出售了调期合约，最终他们将3000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8400万，也就是说翻了快3倍了。他们曾经一度为这个盈利非常兴奋，但是 Ben 告诉他，这会对公众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美国经济可能会因此而崩溃，数百万家庭将会失去自己的房产。这使得这2个年轻人对这个系统的信心破灭了，并且有一种严重的幻灭感。最后的结果就是 Jared Vanity， 也就是德意志银行的这个卖家，他销售掉期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奖金。前点合伙人 Mark Baum 因为在这笔交易当中赚了钱，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他的员工还继续经营管理他们的基金。2位年轻人 Geller 和 Shipley 在起诉评级机构未果，最后分道扬镳。他们的老朋友 Ben 重返平静的退休生活，而独眼龙天才 Michael Burry 在公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经过美国国税局的多次审计以后，他最终决定关闭了自己的基金。整个这个故事当中，除了一名交易员被起诉之外，对这场危机负责的华尔街工作人员都没有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承担任何后果。而值得注意的是，原先这个高风险的证券 CDO 2015年以后，银行给它重新取了个名字叫 Bespoke Tranche Opportunity， 重新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故事不仅仅是给我们还原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发生的华尔街的一系列的先知先觉的故事，而且背后有很多非常深刻的监管和伦理方面的考量，值得我们去深思。最后我还做了2张表格，把这个故事再简单的复述一下，以便大家更清楚的看清楚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
这张表对《大空头》这部电影的剧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如果你想系统的回顾一下，可以将视频暂停，认真的阅读这张表。在这张表里面，我们能清楚的看到 Burry 是一个先知先觉型的基金经理，他最终获得了巨额利润。Baum 是一个实地调查型的基金经理，他也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他的这个体系非常愤怒和失望。两个新人 Geller 和 Shipley 他们也获利，但是他们最终对这个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幻灭感。而银行、评级公司这些从业者，他们集体串谋进行了大规模的欺诈，他们制造了危机，但是最终却没有被追责。那么我们另外做了一张表，对这个时间线进行了一下复原，所以看到05年到08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角色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还原了大空头电影当中所讲的完整故事。我们再把它按时间线来梳理一下，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当中的关键发展的线索。2005年 Burry 最早发现房地产市场的问题，然后是 Baum 和 Vanet 进入，再然后是新人公司中地资本进入，最后评级机构拒绝修改评级，维持泡沫，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系统的理解大空头的故事，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具有娱乐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后续去理解市场的交易逻辑，以及如何看待其中的金融产品，如何理解做空机制，这样一些问题都有很好的启发。后续我会对这一系列的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